很多人都梦想着一生中一定要去一次马尔地夫，但为什么想去？你们真的了解这个地方吗？马尔地夫位在印度西南边，印度洋的中央，由26个环礁、超过1000座珊瑚礁岛组成。没有高山，只有平地跟纯白的奶粉沙滩，纯净的海水和丰富的海底生态。而这些小岛最著名的就是一岛一饭店。人们会选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度过有生以来最享受、最安静也最浪漫的假期。也因为这些岛都是比较高档的星级饭店，加上物资取得不易，马尔地夫除了天堂般的海岛，出了名的还有它惊人的物价。但真的是这样吗？一定要有几十万才能享受马尔地夫的假期吗？这支影片我们想告诉你，你错了。马尔地夫真的没有你想象中这么贵，而它也不全然是你想象中的这么梦幻。嗨，大家好，我是 Celine， 我是 Cynthia， 终于到我们马尔地夫系列的最终章。我们2月去马尔地夫1周，总共拍了4支 vlog， 大家应该有看好看满吧？那当时呢，除了很多我们觉得很好玩，然后很漂亮的美景想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其实我们觉得有蛮多在马尔地夫旅游需要注意的细节，还有我们感受到的一些文化冲击，很想跟大家聊聊。但我们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些细节全部加进 vlog 的话，我们大概一集会超过1个小时吧？确定没有人看得完？太长了，决定了像当时候做巴厘岛攻略一样，来做一集攻略，跟大家好好聊聊马尔地夫。所以，如果马尔地夫一直是你的梦想清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太贵，不知道值不值得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安排行程的话，记得要把这支影片看完。那跟上次一样，我们很失控的写完之后，发现应该又得分成2集了，不然1集又是1个小时。然后我顺便想说，就是我觉得上次做那个巴厘岛攻略，虽然写了1个礼拜，然后我们又录了一整天，很辛苦，可是看到大家一直给我们很多 feedback， 就是觉得对你的旅行很有帮助，我是真的觉得很开心。所以这一次做马尔地夫攻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满满的动力，希望也是非常非常实用，打趴20篇网上的懒人包文章。没错，那上集呢是对马尔地夫基本的认识，然后大概的花费，还有我们建议你要跟团还是自由行。那到下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交通方式，还有在当地需要注意的一些文化还有法律，是有可能会触法的哦。然后还有建议的季节啊、天数啊，然后换汇等等，就是很多杂项会在下集跟大家分享。所以一样也是应该说2支去马尔地夫前必看的影片。那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要订阅、开铃铛哦。马上开始，先去倒杯酒啊，拿个零食啊，干嘛的？因为很乐乐等。今天的双 C 推坑时间要来推荐一个我们已经使用了3年的东西。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笔电重度使用者的话，我强烈推荐你们一定要听完这段。那最后一样会有双 C 的专属折扣哟。我们要推荐的就是这个 MOF 的隐形笔电支架，这个东西我们真的已经用非常久了，因为我们真的是长期都在到处带着笔电工作的人，不管是咖啡厅啊，然后家里客厅，或像现在在我们民宿的餐厅，或甚至是飞机上，所有地方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区，根本就不可能随时有一个高度刚好的桌子让我们工作，长期下来就很容易腰酸背痛啊，或者是手很酸。我们直接拿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在飞机上用给你们看。我们真的没有在开玩笑，我们真的超级常在飞机上面什么写稿啊、修图啊、剪片。要是没有MOF，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工作。那你们看，现在就是一般人在使用笔电的样子，因为萤幕很低，所以你会需要把头低下来。那低头的同时，你就会整个人耸肩缩成一团，长期用下来你的肩颈就会酸痛到不行。但因为我们现在笔电上面都有加这个隐形支架，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把电脑架高。那这个支架最高可以帮你抬高25度，架高8公分，你就不需要把头压得很低才可以看到萤幕，也可以做得比较挺，就可以改善你整个人的姿势。然后你还可以像这样子去调整到不同的高度，像现在这样的话，就是帮你架高15度，差不多是5公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在大部分的咖啡厅座位没有那么窄，这样小小的角度就很够了，你的手腕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在办公桌放个支架就好了，但像我们这种随时随地到处工作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把那么大的支架带着。所以自从贴了这个MOF的隐形支架
之后是真的方便很多。那它只有3mm，其实不太会影响你整个笔电的厚度，重量也只有100公克，所以是真的很隐形、很方便携带。你们不要看它薄薄的一片好像很不可靠，它其实可以耐重到5公斤，大部分的笔电应该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它底部这个胶啊，其实是可以重新粘贴的，所以就算你换了不同的笔电或者使用了不同的笔电壳，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它。那我用的这个是3年前买的一般款式，真的用很久，所以你看上面其实蛮脏的。但Celine现在用的是算是比较高一阶的石墨烯散热材质。石墨烯其实是很好又很轻的散热材质，大家也知道笔电最容易发热的部分就是底部嘛，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我这一款的。那他们还有其他款式不需要粘贴的，然后厚度也是3mm，但是就比较重一点，大家可以再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最适合你的。最后就是最重要的双 C 专属折扣时间，我们跟 MOF 谈了很久，最后帮大家谈到了85折的优惠，而且还可以直接免运，真的熬了很久，那就推荐给大家。第一个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马尔蒂夫真的有这么贵吗？那如果是真的很贵的话，是为什么？为什么偏偏就是比人家贵个10倍以上？首先要先来解释，马尔蒂夫其实分成度假岛跟居民岛，那这2种岛可以说是有完全不同的世界氛围还有物价。你有贵的玩法，但其实也有便宜的玩法，所以价位部分我们会把这2种岛分开来讲。那先来讲度假岛，当然度假岛本身的价位其实非常复杂，所以这段会有点长，大家有点耐心。马尔蒂夫的度假岛目前有100多个，就是大家最常听到那种一岛一饭店 （One Island One Resort），他们通常就是那种国际知名的酒店集团经营的，就是那种主打高级奢华的旅行，然后岛上你可以吃到所有的东西，然后玩各种活动啊，做 SPA、健身房等等的。既然说是奢华顶级，自然是方方面面都很贵，但通常房间本身就很高级。像我们那时候就有住到那种梦幻水上屋，我们的房间、卧室、客厅、浴室都非常的大，然后我们的露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无边际泳池，可以直接看到夕阳。对，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楼梯，就是可以直接走下去海里面。但是我们看到更浮夸的那种度假村是，它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溜滑梯，可以直接溜进海里。我想说，哇，马尔蒂夫真的是很开眼界，很夸张。不会玩，所以像是这么高级的住宿，一个晚上一个房间破万就是基本了。那度假岛本身住房方案还蛮特别的，所以你会看到它是几人房啊，然后有没有泳池，有没有浴缸，是水上屋还是沙滩屋之外，同一种房型它要分成各种方案，有什么 BB、HB、FB 跟 AI， 对，就是就算是同一间房间、同一个日期，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价钱。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些方案是什么意思。好，首先就是 BB 就是 Bed and Breakfast， 就是含早餐的选项。那再来是 HB 是 Half Board， 代表的是含早餐跟晚餐，也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1博20。那 FB 就是 Full Board， 它是代表3餐全包。那最后一个 AI 呢是 All Inclusive， 它代表是1价全包，就是含3餐、含酒水，也含部分的行程活动。基本上你住进去就是不需要再有什么花费，对，除了小费之外。对，小费就是另外算。那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分享小费要怎么给。举例来说好了，我们当时候住在 J 的水上屋，平均下来1天晚上 All Inclusive 的方案是差不多3万5台币左右，真的还蛮贵的，而且有更贵的，它不是最贵的，它大概中间。那你都来到度假岛，你不可能不吃不喝嘛，所以除了住房费之外，你还要吃，你还要喝，你还要玩。那通常这些东西加一加之后，1天一个人，我们觉得是好几万跑不掉。我们就拿吃来说好了，通常岛上会有很多间餐厅，然后可能是不同价位、是不同国家的料理给你选择。我们当时候吃到比较便宜的一餐哦，就是也要花到一个人1000出头，就是差不多每餐都是 fine dining 的概念。对，非常的夸张。对，那另外一个是行程部分，就是度假岛也可以帮你安排潜水啊、浮潜啊、跳岛啊、拖翼伞啊、水上摩托车等等各种的活动，但是价位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毕竟他们就是看准了，就是你想玩这些活动，你也只能找他们，你没有别的选择，没别的选择，所以他们基本上价位怎么开都是会有人愿意买单的。我查到一个，它是光前一支气瓶就要5-6千台币。就是别人的好几倍，而且他可能带你去的地方是跟居民岛出海一样的地方，一模一样的行程，价差是有可能到5-6倍以上的。最后呢，还有一个不会包含在房价里面的隐形成本，但它有可能会比你的房价还要贵，就是交通费。毕竟你的饭店是一座岛嘛，你一定得从马列机场再过去。那比较近的可能是搭快艇，但是比较远的可能就得搭国内飞机或是水上飞机。那每一间度假岛的交通方式跟价格其实都不太一样，这就是必须你们自己去查清楚。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水飞，因为它非常的酷，但是也超级贵，通常短短几10分钟
钟的路程就要可能400到800美金左右。那既然交通费这么贵，你就不可能只去1个晚上就回来嘛，一定会通常会住个超过2天以上，所以这些房费就是会被累加乘以2、乘以3、乘以4，所以有些人才会去马尔地夫就花了10几万。哦，10几万可能还是基本的，对，有人就是直接几十万、几百万在花的。换个角度看呢，这些度假村的营运成本是真的非常的高。毕竟你想，我要在那种 middle of nowhere 的海中央盖出一个这么奢华、这么高级的一个建筑，是真的很困难的。那他们要处理的是可能像是海水淡化啊，然后处理海底跟陆上的环境、建材，还有后续食物的运送成本都非常的高。而且度假村为了提供那种极致又完整的服务，真的也是在人事成本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像是每间房间都有自己的专属管家，然后他们要有各种活动的教练，另外还要有能处理紧急状况的医生。我们当时候还真的有用到，因为我在马尔地夫的时候就纯疱疹复发，我没有带药，原本想说完蛋了，我要丑一整个在度假岛的时候，结果马上变出一个穿白袍的医生，他拿一个药膏给我，跟我说就是那个多久擦一次啊，然后记得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什么之类的。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在这么 middle of nowhere 的地方，居然可以变出一个医生给我。但这确实很重要，因为万一岛上发生什么意外，你不可能在就是飞机又坐船什么的去医院，所以他们真的是在很多细节上面可能有你平常不会用到，但是你一用到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太强大了那种。然后另外呢，就是每个岛其实都是有岛主的，所以这些度假村其实也是跟他们承租这些岛，那个租金也是非常的吓人。政府也会跟他们收什么观光税啊、进口税啊、环境保护税等等的隐形成本，都是消费者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以上种种的原因呢，就造就了马尔地夫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出了名的烧钱，所以也会有人就是会觉得说，哎，不然蜜月旅行再去好了，不然就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可以去到的地方。但其实这几年去马尔地夫的门槛已经没有这么高了，因为你以前只能去那种一岛一饭店，但从2021年开始之后，你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居民岛。那居民岛顾名思义就是有当地居民居住的岛屿，那目前大概有200多个，他们不是为了国际观光客打造的，氛围比较像是比较漂亮一点的泰国跟菲律宾，会比较贵一点，但是也不会太夸张。但重点是那些非常漂亮的出海活动啊、潜水啊、浮潜或者是沙洲的行程，你从居民岛也是可以玩到的，而且价格就不会像他刚刚说的这么贵。那居民岛的住宿跟食物都比较简单，因为它没有什么大型的饭店，大多都是当地人独立经营的小民宿。英文会称为 guest house， 房价落差其实也是蛮大的，从1、2千到破万都有。但我们觉得其实2、3千左右你就可以找到一些还不错的选项。那食物的部分，如果你是去比较 OK 一点的餐厅，点一个主餐加上饮料的话，500台币以内可以解决。相比菲律宾跟泰国，其实还是比较贵，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毕竟那里的物资是真的取得不易，所以情有可原，情有可原，不会觉得很生气。而且我们好像也没有吃到什么特别难吃的食物。对，就是还不错，还不错。对，购的话就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度假岛买，真的非常非常不划算。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在马尔地夫买一些东西的话，我们比较建议在机场岛或者是离机场比较近，也是最早开发的马夫许岛来购买，他们会是比较便宜的。我们当时候有看到一件我曾经在巴厘岛买过的洋装，一模一样的，在巴厘岛差不多是快200台币，但在马夫许上面是卖300，所以我觉得也还算 OK， 就是贵一点点而已。总而言之呢，马尔地夫的度假岛跟居民岛的物价真的是天差地别。可以说马尔地夫真的很贵，也可以说马尔地夫其实没有那么贵，要看你选择的旅游方式。没错，那价格的部分就到这边结束，结果已经快半小时，会不会？还好啦，抵过你看10篇懒人包，后面还有，不要划掉，拜托你们。下一个大家也会很好奇的是，马尔地夫的沙质跟海水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好，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主观的看法，因为我其实算是去过蛮多种版本的马尔地夫，有泰国版、菲律宾版，然后澎湖版，还有帛琉版的。但是真的亲眼看到真正的马尔地夫，还是觉得马尔地夫是第1名，最像天堂的地方。其他种版本的马尔地夫，其实我觉得他们是空拍起来好看，但是你脚实际上踩在那些沙子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它是比较粗粗的那种贝壳沙。但是马尔地夫踩起来是真正的奶粉的感觉，
觉，就是又白又细。然后像我们那时候去一个岛叫做迪格拉岛，然后它就是有一个长达好几公里的拖尾沙滩，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海水会从两边就这样淹过来，然后连过去又是另外一个沙洲。此生看过最梦幻的景象。当时候又是夕阳的时间，所以整个像天空啊、海水，连沙子都被染得橘橘红红的。每到 Cynthia 那时候说希望有人可以跟我求婚，我应该会答应，脱口而出哎！怎么可以有人在这个夕阳下就是跪下跟我求婚，拿出一个闪亮的戒钻戒？那个 Cynthia 未来的男朋友听到了。马尔地夫的海水是清澈干净到一个不行，你可以看到那种从透明浅蓝再到一个很深邃的宝蓝，那个很美很美的渐层。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去了马尔地夫蛮多个岛的，真的觉得每一个岛的沙质跟海水都非常的漂亮，不像其他国家可能只有特定几个岛是真的那么梦幻的。所以我们觉得整体来说马尔地夫还是大获全胜。那讲完海面上的部分，下一个 part 呢，我们要进入海底来讲潜水。应该很多人听说过马尔地夫的海底是世界顶级的，随便就能看到那种上百只的鲨鱼，还有鬼蝠鲼。所以我们当时听到可以去马尔地夫潜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兴奋。但老实说，我们去马尔地夫的潜水体验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开始想的太美好。对啦，我们自己的问题。我澄清一下，不是马尔地夫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行程安排还有季节有关。因为我们当时候是2月去嘛，它其实不是大型生物会聚集的季节。那再来就是我们当时候非常的贪心，我们想要玩度假岛，想要玩居民岛，然后想要有一堆活动，所以当时候我们水肺潜水只有安排1天，然后自潜只有2天，算是一个非常贪心的潜水行程，又不专心，非常贪心又不专心，确定是自己的问题哎。好，先讲水肺潜水的部分。如果你来了马尔地夫，就是一心想要看那些世界级的潜点还有大生物的话，除了季节，我们还有2个建议给你。第一个就是直接船速整趟都潜水，不要再分心做其他事情了。没错。第二个呢，就是先把你的潜水功力练好，在台湾多找你的教练，多练几次再去。建议船速是因为其实很多马尔地夫厉害的潜点，其实都在那种荒芜的海中央，你可能需要搭船好几天才去得了。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只选择潜1天的话，可能你只能在你住宿那个岛的周围，就比较不容易去到非常厉害的潜点。而且如果你只潜1天的话，第一潜还是会先 check dive， 所以你只会剩下1到2潜的时间可以去认真的潜水。第二个需要先练好你的基本功力的原因，是因为呢，马尔地夫这些有大生物的潜点，通常也都伴随着极强的海流。就马尔地夫的潜点是世界公认的难，不是一个新手就可以随便看到那些东西的地方。Check dive 的用意就是导潜会看你的能力，再决定要带你去多难的地方。如果他在 check dive 的过程发现，你可能太容易紧张，或是你太容易耗气，或者是你的中性浮力不够好，或是你蛙鞋踢得不够有效率的话，他们有极大的几率是不会带你去那些地方的。因为听说马尔地夫每年都会死人，而且通常是因为就是真的是潜水员的能力不够造成。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谎报，说什么我潜过100只，但是其实他就是很想潜，所以会骗。所以通常他会真的会非常注重你第一潜的表现再决定。船速跟潜点的部分，我们目前没办法给推荐，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其实只在马夫什潜了2只，所以经验非常的不足。大家如果真的有想要去马尔地夫船速潜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问问身边潜水经验比较多、有去过马尔地夫的朋友，或者是直接问你的教练。对，我们现在是希望明年可以安排一场马尔地夫的船速好梦幻，好想去哦！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很贵之外，就是真的也要把我们自己的基本功先练好了。再来是自由潜水部分，我们当时花了2天在自潜，其实都是参加当地的浮潜 tour 去玩的。那些潜点通常都蛮漂亮，而且适合新手，是连 Cynthia 都可以玩得很开心的。我觉得那个小沉船真的非常的好玩，又很亲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支影片。但坦白说，我觉得我们那2次自潜的经验也不是到非常的完美，因为像我们第1天是去马夫什附近的 Shark Bay 嘛，那它就是一个可以看到非常多护士鲨的潜点。我们当时看到照片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想去，但实际去到那边之后，发现就是那些鲨鱼会聚集在那边，也是因为船家会在船尾就是有喂食鲨鱼的动作，所以好玩归好玩，好拍归好拍，我们坦白说还是觉得它不是一个真的那么生态友善的一个做法，毕竟这些动物有可能慢慢就会失去它们自己的捕食能力。我觉得也是某种方面的破坏生态。那第2次呢，是我们在迪格拉的外海看金鲨的行程。那一次就没有像在马夫什那次是用喂食的。那船家会带着我们去锁定，就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金鲨会固定到比较浅的地方去，让小鱼去把它们身上寄生虫吃掉。那其他时间呢，它们就会回到深海里面，你浮潜就看不到了。这样的方法其实我们比较喜欢，它比较不会破坏生态的永续，然后不会像就是菲律宾苏的奥斯陆一样，就是他们是用喂食的方法来吸引
引金沙过来。但这样做也有一些缺点，该说缺点嘛，就是第一是你有可能是看不到鲨鱼的，毕竟他们就是只是带你去一些他们高几率会出没的时间跟地点，但也不是100% 的保证。就算你没看到，钱还是要付。其实对，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金沙就那几只，然后像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旁边有20-30艘船嘛，就是反正超级多人，可能100多个人挤得乱七八糟，连公升下去都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能公升下去的话，其实蛮享受的。对，因为大部分人只会浮潜，其实大部分人都在上面，然后像我们就是有办法下去，就真的可以游在金沙旁边。对，但是如果你像 James 一样忘记带呼吸管，或是你拿一个防水壳，你就会追都追不上。他就是每一潜都跟我们下去，然后我们每一潜都看到他没有看到。对，我就觉得我好不容易游在那个金沙旁边，然后结果他就没有拍到。对。但其实那天还发生很多怪事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支影片。我们就这边先不多说。浮潜或者自潜，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带自己的装备，因为我们当时候就遇到，就是船家说会帮你准备，但是他最后没带，或者带错 size，就有人根本没有办法下水。还好我们都带自己的。对，然后就算他真的帮你带的话，其实他也是给你那种很阳春，就是那种黄色的小短袜。对，就是你游起来会非常没有动力，拍照也不好看。对，拍照也不好看。所以就是，就算你可能去了可以看到鲨鱼、看到海豚的潜点，但是有可能因为你游太慢了就跟不上。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有自己装备的人最好是自己带，没有的话，我觉得也是借一双。当时候你就是用借的。那你应该也是可以找到那种台湾的自潜团，带你去一些比较厉害的自潜的地方。那我觉得好处是他们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当然也可能就是会比较贵，可是你对于你的自潜的品质，我觉得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保证，而且还有人帮你拍照。我觉得都来到马尔地夫，当然要有照片啊，一定要有摄影师，不然真的很可惜。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马尔地夫自潜的话，我其实会比较建议跟潜旅。下一个问题是，马尔地夫真的是蜜月圣地吗？只有蜜月旅行可以去吗？我能不能跟朋友一起去？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很打破我们的既有印象。原来跟一群朋友去马尔地夫也可以很好玩，甚至我觉得它其实真的蛮适合跟朋友或是一群姐妹一起去的。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天哪，去了马尔地夫，然后居然是这个组合，然后就觉得很尴尬，好浪费哦。后来发现其实不会。好，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居民岛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贵，而且居民岛其实有蛮多好玩的行程，像是什么拖曳伞啊、海钓啊、跳伞啊。然后风浪板啊，等等等等。那其实有很多像是 SUP 啊，或者是独木舟这种你在其他地方玩过的活动，但是因为马尔地夫真的非常美，所以你还是会觉得很好玩。没错，当然如果你跟你的朋友预算足够的话，我们也是蛮建议你像我们一样，就是在居民岛玩完这些出海的行程之后，再到度假岛去度假，我差点讲度蜜月，不是度蜜月，是度假。差点讲度蜜月。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就是一群朋友在度假岛，会不会很格格不入？因为可能都是情侣或者夫妻，对，感觉到处会不会都看人家那边恩爱，然后怕打扰别人。但其实没有我们真的还蛮自在的。因为我觉得度假岛就是想要给人这种很私密的感觉嘛，所以其实它每个场域的空间都很大，那甚至每一间房间其实都隔得蛮好的，你不会看到别人。然后可能我们也随便就是到处哪里都是包场，可能无人沙滩。然后或是包场这间酒吧，因为它餐厅很多，所以你不会有种到处都是情侣的感觉。对，你可能会远远的看到有人在沙滩漫步，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很闪，就是很烦。对，那相对的，我们如果比较大声、比较吵，也不会吵到别人。其实。对，那在度假岛真的也不会无聊，因为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像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吃早餐嘛，吃完之后我跟 James 就去健身房，回房间之后我们又一起换泳衣，然后换蛙鞋，然后直接跳下去海里面玩。冲完澡之后我们又去那个酒吧，有泳池那个酒吧，反正你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做啦。对，不用担心会无聊。至于蜜月就真的是毋庸置疑的适合，因为真的太私密又太浪漫。我们那时候一进到我们水上，我就说哇塞，这里每个位置看起来都很适合生小孩。没有，但是那两个臭男生说这里好适合繁殖哦。我觉得，那如果你是真的有特殊日子要过的话，你也可以请度假村帮你塞一些可能浪漫烛光晚餐，通常都是可以在沙滩上的，但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场域，像是我们那时候去的 J， 它就是有一个像欧洲古堡那样子的地下酒窖，你也可以在那边用烛光晚餐，或者是说像有些 Conrad、Anantara、UME 这种度假村，他们甚至是有那种海底的餐厅，对你就是可以真的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享用你的烛光晚餐。总而言之，我们觉得马尔地夫是一个适合蜜月旅行、适合情侣去，但也适合朋友的地方。没错。好，这集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很多人会有的疑问，就是马尔地夫可以自由行吗？
我们其实觉得可以，但是你真的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心来做准备，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马尔地夫分成非常非常多岛，然后每个岛的玩法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有时间好好的准备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建议跟旅行社订，你会轻松很多。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找旅行社是不是就要团体行动，因为马尔地夫其实不会有所谓那种开着一台游览车带你这个点那个点，不会有这种行程的。就旅行社只是帮你解决可能7+9啊，然后你想要玩的行程，然后还有交通，或者是帮你找一个地陪等等的，就你还是有很多时间是自由活动的。像我们这一次是找泰美旅行社帮我们处理行程嘛，如果你是跟泰美旅行社订了一个马尔地夫的8日行程，但最后只有你们2个人报名的话，他还是会出团，完全赚到是什么？赚到，完全赚到一个私人团的感觉，但是就是要看你运气啦，不一定，有可能还是有8个人、10个人这样。没错。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要照着他们原本安排好的行程，其实你也是可以客制化的。你可以跟旅行社说，你的预算就是1人15万，要玩几天？那你想要去度假岛还是居民岛？你想要玩什么样的行程等等的，他们会根据你的预算还有人数来安排。像我们当时候就跟泰美旅行社说，我们想要玩度假岛，想要玩居民岛，想要自潜，想要水费，然后因为我们要拍摄的关系，希望可以包船，其实要求还蛮多的，但他们都办到了。对，但包船这块，除非你口袋很深或者人数很多啦，不然价格其实会差蛮多的。而且旅行社还会帮你找一个中文的地陪，那你在当地遇到什么疑难杂症，也会有一个人来帮你解决。在马尔地夫找旅行社还有一个好处是，大部分你看到的度假岛，有可能旅行社订的会比你自己订还要便宜，这跟其他国家的状况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举例我们当时去住的 JA 来说，就是我们查5月10号到5月14号，你住4个晚上的水上屋，加上全包式的服务，加上机场到度假岛的那个交通费，一个人差不多是3000美金上下，差不多是9万块台币。但如果你是跟泰美旅行社订一样的行程还有内容方案来说的话，一个人是67900块，真的是还差蛮多的，2万多块。那这是因为马尔地夫这些度假岛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他们其实蛮需要旅行社的行销，反而散客会比较少。对，所以他们会给旅行社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这部分在马尔地夫就是差异会非常明显，可能不会像其他国家我们自己订自由行会便宜很多。但这边我们要强调一下，饭店的价格跟机票一样，它是会浮动的，有可能当这间饭店的需求量变高的时候，价格会提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拿着我们的影片去问泰美说怎么跟你们官网上写的不一样，淡旺季也会不一样。对，这只是一个特定时间的举例啦。OK， 那除了价格之外，还有一个找旅行社的大家容易忽略的优点就是风险，因为我们自己去了一趟马尔地夫，发现当地真的还蛮容易出状况的，超雷的他们。对，但是有一些不可控的，比如说像是天气不好啊，飞机直接不给你飞，然后你第一天的住宿就住不到，或者是说你明明订了饭店，到当地柜台人就跟你说，你没有订哦，或者是什么要出海，然后船家迟到，直接让你错过1整天的行程，这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真的很两极。对，那有旅行社的好处就是会有一个人帮你好好的处理，万一你真的错过什么行程没有玩到，或是住宿没有住到，他们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费机制。那万一真的不幸受伤了，也会有人帮你处理好保险跟法律的问题。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这一切就是得自己承担跟解决，会比较麻烦。讲了很多跟旅行社订的好处之后，当然有些缺点，像我们刚刚有讲过，虽然说旅行社可以帮你客制化服务嘛，但是他们其实能够配合的饭店跟行程选项没有这么的多。像某一些度假岛，它可能主要是 focus 在欧美的游客，所以它只会跟欧美的旅行社配合，你在台湾的旅行社就是订不到。或者说你查到某一间居民岛的住宿非常有特色，你很想住，但是这间旅行社也是因为没有办法配合，就没有办法帮你订。所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每间旅行社的官网，你能够订到的饭店也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配合的是不一样的。再来，有些旅行社只会提供你一次住3晚的方案，所以如果你只想要住2晚的话，有可能就得自己订。这真的有蛮多复杂的影响因素，就有点讲不完。但如果刚刚讲的那些小缺点你都可以接受，然后旅行社帮你安排的方案刚好也是你喜欢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直接找旅行社是比较方便的。那我们也蛮推荐，就是我们这次去配合的泰美，因为我们真的是跟泰美合作已经不止一次了，然后他们又在马尔地夫这一块已经做了很久，我觉得大致上的安排我们都还蛮满意的。但是呢，如果你对你的旅行有一定的坚持，比方说你一定要做到哪一个度假岛，或者是说哪一个居民岛你一定想去，或者是说你其实主要只想要玩居民岛，就是度假岛可能待个1-2天，甚至不去的话，其实你也是可以自由行的。因为旅行社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它能够提供的选项就没有这么多嘛。那再就是居民岛的价格其实不会差距这么大，所以有可能你自己安排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就是要风险自己承担啦。自由行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真的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课，但这个功课
票呢又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这么好做，因为毕竟真的去马尔地夫自由行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大部分人其实都还是跟旅行社配合啦，有点难查资料。对，那再加上因为当地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这真的有蛮多文化上的东西跟我们原本认知的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会蛮需要一个地陪来教导你吗？不然有可能会冒犯到那边的人。对，如果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说非常困难的话，下一集双 C 就要来解决大家的问题了。对，下一集呢，我们会告诉你所有你去马尔地夫之前需要知道的事情，包含就是文化上的差异，然后有什么规定是一定要知道的，然后怎么样规划你要去几天啊，还有怎么样选择适合你的住宿，还有什么换钱啊、SIM 卡啊，然后小费等等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全部都会下礼拜的影片整理给你。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自由行的话，这支影片是一定要看。但我觉得，如果你是找旅行社的话，其实也需要看，因为我觉得旅行社也不是万能的，而且你其实自己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再去跟旅行社谈，你也才不会一昧的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就是他们推你什么，你好像就只能接受什么。我觉得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错。好的，这集马尔地夫攻略的上集到这边结束。如果你看完之后真的很想去马尔地夫的话，下礼拜一定要回来看。那最后就是记得把这影片分享给你的老公、老婆、男友、女友、好朋友们，烧烧他们。那如果你对马尔地夫有任何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下礼拜见，拜拜。马尔地夫真的这么贵吗？然后它到底为什么？再一次，你干嘛自己调整？我不知道。再一个。好，那这集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很多人会有的疑问，就是马尔地夫可以自由行是什么？我带